這是一個關於中國旅行的視頻。今天帶您走進中國嘉興，它位於中國東部的浙江省。不管是從上海、蘇州還是杭州出發，半小時高鐵就可以直達嘉興。這裡水系發達，從古代開始就是繁華富庶之地。嘉興的常住人口就有561萬。烏鎮、西塘、南湖、錢塘江潮汐的壯麗，熱鬧的月河老街，濃濃的生活氣息充滿街頭小巷。這裡的風景每一處都透露出驚喜，江南水鄉的感覺更加的深刻。橫臥大海，36公里長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是那麼的令人矚目驚嘆，古老又現代，繁華又安逸，這樣的嘉興也更讓人向往。下面就一起來探索嘉興好玩的地方。1. 西塘古鎮。煙雨長廊是西塘的地標，幾百米的古典長廊依河而建，晴天下雨都能在裡面慢慢閒逛。這條長廊就像是西塘的血脈，把整座古鎮的生活都串聯起來。長廊下坐着聊天、拍照遊玩，在淅淅瀝瀝的下雨天，氤氲的水汽，站在橋中央往下看，來來往往的小遊船緩緩劃過，古樸的屋檐，眼前的風景就像電影裡的鏡頭。西塘古鎮既熱鬧又靜謐，穿過木門走進小院，茂盛的大樹，精緻的木窗，小水池，相比外邊的嘈雜，小院裡顯得更安靜。坐下來喝杯茶，這裡停留片刻，回味剛剛遊覽的老宅和小巷子，一磚一瓦，一扇窗，一處雕花木框，歲月在這裡留下的痕跡。西塘古鎮的夜晚是溫柔的，燈籠亮起，暖暖的燈光照亮了古鎮的輪廓，輕舟慢搖，燈影闌珊，這樣的景色，從晨光吸引到華燈初上，西塘總有說不盡的魅力。2. 南湖。這裡是嘉興的城區中心，一側是秀美的湖光風景，一側是熱鬧的商業購物區。5.86平方公里的景區面積，湖心島、紅船、煙雨樓、好古塔、匯景園共同組成了如詩如畫的景色。樓前水面停泊的南湖紅船是中國革命的重要象徵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圓滿閉幕。1921年7月，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開時遭到法租界巡捕襲擾，代表們被迫轉移到嘉興南湖一艘畫舫上繼續會議。正是在這條遊船的竹棚裡，中國共產黨莊嚴宣告誕生，中國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。燈塔遠眺，南湖煙波浩渺，湖光水色盡收眼底。好古塔是嘉興7大古塔之一，60米高的古塔屹立南湖之畔，典雅的亭台樓閣，假山瀑布，垂柳飄飄，荷塘裡荷花盛放，碧綠荷葉連成一片，荷花亭亭玉立，微風吹過，花香四溢。站在塔上，猶如登上了嘉興這座城市的天際線，城區的風景也一覽無餘。3. 月河歷史街區，位於城區中心，距離南湖大約只有2公里。月河歷史街區的魅力在於這裡濃郁的市井氣息，京杭大運河、外月河、裡月河，這個街區被河水環繞，街巷兜兜轉轉，臨水修建的房屋原汁原味保留着江南水鄉風貌。這裡既安靜又熱鬧，清晨沿着河道晨練散步的人，從朝陽升起到夜晚暮色漸濃，最早開門營業的早餐店，琳琅滿目的工藝書店，漂亮的服飾店，戲劇茶館。這裡的街巷從清晨的靜謐到下午時的喧嘩熱鬧，再到夜晚人流達到了頂峰。剛出爐的肉粽子、梅花糕、蘿蔔絲餅，各種食物的香氣從店鋪裡飄出來，混合在空氣裡，裝飾的燈光把這裡帶入了另一種氛圍。4. 鹽倉觀潮。來這裡就是為了看一種風景，奔湧的浪潮。每年的7月8月，
錢塘江大潮如期而至，人們慕名而來，只為親臨現場感受這種盛大的自然奇觀。排山倒海之勢，雷霆萬鈞之威，衝天潮、回頭潮、一線潮，那一道看似纖細的白線，快速地由遠及近，轉瞬之間已化作一道高達數米的水牆。這樣的景象，在農曆8月18前後達到了最高。潮水如約奔湧而來，仿佛天地為之震顫，令人心潮澎湃，久久不能平息。等到了傍晚時分，浪潮退去，看着江面重歸寧靜，會讓你很難想象，數小時前這片水域曾上演過讓人驚嘆不已的自然景象。5. 烏鎮，它的名字就像中國詩詞那樣美。在這裡，青石板、小橋、老屋，它們構建出夢幻般的地方，是只屬於烏鎮的獨特韻味。清晨，當陽光灑在古樸的黑瓦屋頂，整個烏鎮仿佛都甦醒了過來，空氣中彌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這種水鄉特有的氣息，清新而又濕潤。石板路上兩旁的店鋪陸續開門營業，熱鬧的一天就開始了。狹窄的巷子裡，精緻的雕花窗戶，斑駁的牆壁，在茶館裡坐下來，品着茶，聽着悠悠的船槳划水聲，這裡的時光仿佛都慢了下來，沉醉其中，不願離去。6. 子城遺址公園，位於嘉興市中心。子城遺址公園是嘉興最早的城園。子城相傳始建於三國時期，也就是公元231年。從建成後一直到清代，這裡都是這個地區的衙署地。經過挖掘和修復後，改建為子城遺址公園後，才在2021年正式對外開放，成為一座兼具歷史厚度與現代元素的城市公園。遺址公園佔地7.5萬平方米。最耀眼的就是矗立的橋樓和城牆，與天主教堂相鄰。現在這座古老的天主教堂也成了嘉興的標誌建築。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個世紀，但它們仍然向人們展示着那段歷史，靜靜地訴說着屬於嘉興這座城市的遙遠故事。7. 南北湖，這裡距離市中心比較遠，大約50公里。南北湖三面環山，湖山景色相映。相較於嘉興烏鎮、西塘等熱門古鎮，南北湖商業化程度極低，保留着原生態的山水格局與靜謐氛圍。這裡的清晨風輕鳥鳴，早上6點，湖中央的手搖船擼槳划水的聲音格外的悅耳，水霧未散。遠處的景色在薄霧裡朦朦朧朧。這裡的午後，斜陽西照，窗框框住了整片湖光，山峰拂面，泛起粼粼波光的湖面如碎金跳躍。南北湖是錢塘江口的一個細湖，一條長堤將湖分為南北兩半，或徒步登山，或沿着湖岸散步，又或者去嘗一嘗附近的農家美食。這樣的一天過得輕鬆愜意。8. 蒲苑古鎮，人們又常常把這裡叫做蒲苑時尚古鎮。蒲苑古鎮除了傳統的流水小橋、密布的水網、搖櫓船等江南水鄉風貌，這裡的街道布局與建築風格，江南的溫婉氣質仍在，又多了一絲現代設計的味道。建築沒有遵循統一的古舊樣式，優美的現代元素與它們相融，一種渾然一體的感覺。唐宋風貌的建築群落，聳立的高塔，門樓前、屋檐下，又或者房頂，又或者窗台，都是精緻的裝飾。古代時候的蒲苑鎮，它以生產絲綢出名，種桑、養蠶、織紗，形成了日出萬匹綢的繁榮盛景。
老宅改建的越是三進室第，蒲商會館、張宅，從古代的絲綢中心到現在的中國最大羊毛衫產地，蒲院鎮的歷史就是一部千年之造的歷史。